各位朋友，大家好。马英九先生本次回祖国大陆祭祖，在行程中搭乘中国大陆高铁时，他称赞大陆高铁宽敞舒适，可是遭到绿营炮轰。民进党中央执行委员自称台湾智库策略长、台中市交通局前局长王义川说，中国高铁没有靠背，马英九被骗了等等言辞。我特交通呢，我们在研究高铁，全世界的高铁，没有人会说中国高铁是好的。全世界拢讲，不是德国，就是日本，啊不就是法国。欧洲的铁路才是强。大家唔通叫马英九去橡皮骗你，马英九嘛去用骗你。伊咧坐时，伊后标一个靠背，坐中国高铁无迄个靠背啦，迄是阿强用互你的啦。坐高铁嘛无一条白色的布啦。迄家己炸，顶悬嘛无水果啦，迄嘛家己炸。迄杯啊嘛是阿强用的啦，去中国坐复兴号商务舱，迄介绍交机票飞悬，马英九你唔通空讲，迄人创好一组一遐，你当作大家去安咯？让我沉思，我坐过无数次中国内地的高铁，现在我把能找到的这几年本人亲自搭乘中国大陆高铁的一些素材分享给大家。大陆的高铁分3个等级。它们分别是商务座、1等座以及2等座。商务座最贵，2等座最经济实惠。这3个等级的高铁坐席我都坐过。就在前天，我从宫城去阳朔还坐了高铁呢。这是去年2022年6月10日，我在深圳结束酒店隔离之后，搭乘深圳北到桂林北的复兴号高铁。我买的是商务票。现在我走到火车的头部，我想给大家看看这复兴号高铁它的外观怎么样。我认为复兴号高铁是目前世界上设计最漂亮的火车，真的是最漂亮，这是我个人认为啊。然后体验也相当不错。大家可以看到，这流线型的非常有现代感，有未来感。好，现在我们准备进入火车车厢了啊，商务座，大家看一看商务座怎么样的。4号 C。4号 C。啊，你看看它的座位，比飞机的1等座还要好。对。帮您晃一下吗？我在这个位置。啊，好的。好的。谢谢啊。啊，不用。这个人他想和我换一个座位，我答应了。我其实原来就要一个位置的。你看座位的前后空间非常的多，一排只有3个座位。我上的比较晚，里面人都差不多齐了。它铺的是地毯的，就打扫的时候可能久的话可能比较脏，比较不好。它的灯光也特别的现代啊，我特别喜欢这种设计，真的非常有现代感。快要开车了，所以带大家看看整个车厢的设计怎么样哈。现在我躺下来了，大家看到吧，对吧？我是平躺的，现在躺平的，平躺的，大概够身高1.85米的人躺平。我当然没有1.85米高了。好，慢慢起来了，你看从躺平到坐着，对吧？现在是坐的姿势了。火车已经开了，餐食也送上来了，这是包括在车票的价钱里面的。从深圳北到桂林，好像我付了580多块钱。如果是普通的票，应该是100多，不到200，就是2等座，应该不到200，所以我花了2倍多的价格，但是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的，因为整个体验啊，
跟2等座或是1等座完全不一样。从它座位的舒适度来说，真的非常的舒服，真的要比如说飞机的商务舱好多了。这是另外一个1等座的小的那个包间，但是我不太喜欢，太窄了，我觉得，而且有点黑。我还是喜欢这种宽敞一点的、人多一点的这种车厢。好，我们往前走一走，看一看啊，看看车厢里面都有些什么。好，现在我来到1等座的车厢了。1等座在我们中国大陆是1排4个座位，左右各2个。但是1等座和2等座唯一的区别就是座位稍微宽一点，但是服务是一样的。而在中国大陆高铁的商务座是体验服务完全不一样。我也是第一次坐商务座，所以觉得贵一点也是值得的。你看，它从标识啊、灯光啊各种方面来说，设计都是非常的新颖。大陆的火车上面都有那个免费的开水啊，自己可以冲茶呀，还有冲那个泡面都可以。各种设施都还是比较齐备的。它有蹲式的厕所，也有坐式的厕所。你看，我用一个大疆的那个口袋机来拍摄，这就是热水还有纸杯免费的给大家提供，可以自己泡茶喝。在德国没有啊，在德国即使是开水也要钱的。所以我认为啊，大陆的这铁路它的服务真的要比德国、比西方好多了。这里是1.5米还有1.2米高的，1.5米以上的就是要买全票，1.5米到1.2米是半票，1.2米以下呢是不用买票，跟随大人可以免费乘坐。好，我们继续往前看看，还有些什么？我们又回到我们的车厢了吧？你看，有的人已经躺下了。右边这就是我的座位。下站广州南，深圳北，广州南停一次。然后呢，广州南往桂林北方向在工程也停一次。你看桂林北对不对？好，继续往前开，我前方是一个秃头的老外。好像他在广州南下来了。这服务人员又在分发各种吃的喝的了。这是2019年4月13日我拍摄的啊，也是我拍的啊，应该是2等座。好，现在呢是2022年6月10日那天，我从那个深圳的隔离酒店到深圳北火车站，搭乘的是 C 火车，就是比较慢一些，所以它最高速度是200公里每小时。现在是2019年3月31日我坐的2等座，也是复兴号高铁。现在是2019年4月7日我坐的是2等座。应该是从工程站到桂林吧，我有点忘了。我坐的也是2等座，这是最高时速250公里每小时的。因为贵广就是贵州贵阳到广州的这条线叫贵广高铁，它的最高时速现在是250公里，运行速度啊，设计速度听说是350公里的，今后可能会提速。目前最高速度是250公里小时，现在差不多是最高时速了，245。现在是2019年8月9日，我从长沙南到衡阳坐的是高铁1等座。10万只把你菜回点。
我旁边这个人在打电话很大声。大家可以看得见速度啊，是超过300公里小时的。这是匀速啊，就是差不多整个路段中间的都是这个速度，超过300公里小时。就是启动还有到站要把速度降下来，其他的都是超过300公里小时的。所以大陆啊坐火车非常的快，就是这个原因。这是2019年8月21日的，你看它的速度也是超过300公里，2等座啊。这就是著名的绿皮车，绿皮的火车。好，我的火车来了，这高铁复兴号高铁特别漂亮，从北海开到北京西的。我的是16车厢，还要往前。乘坐高94次列车的旅客，请您站在黄线内，按黄色地面标识排队等候上车。乘坐高94次列车的旅客，请您站在黄线内，按黄色地面标识排队等候上车。这趟我坐的是从柳州到桂林北，但是他发的车次是从北海北到北京的。北海是我们广西一个市，它是一个海滨城市。大家看到上面是北海到北京西，对不对？好，我们现在进入车厢吧。这也是复兴号，我买的也是2等座。2023年2月23日，应该是大年初2还是大年初1，忘了。本来想买一个商务座的，但是因为我坐的这个路途比较短，坐到桂林50块钱，然后如果是商务座150，我就算了吧。因为我也不知道，如果坐商务的话，到时他会不会给我午饭吃。我对面这里呢，就是所谓的绿皮车，绿皮火车上面也有座位的啊，座位上也有靠背。应该是到上海南的吧，刚才好像我看了。这种最高时速是140公里，硬座车。这是老式的火车。这是2023年2月23日，我从桂林西转车回宫城，就是另一趟高铁了，2等座。这是2022年6月10日商务座的，给大家看一段，它的座位是怎么样的啊？你看有各种各样的键，可以躺平。好，我们再看，现在外温29度，列车还在开动。这是从广州南到宫城方向了，所以这段呢，它最高时速刚才说了是250公里，所以它就把速度降到240多了。之前都睡下了，你看对不对？因为我老是跑来跑去的，所以我的座位还是这样。伊去坐高铁，这做成个啥你知哦？大家唔通叫马英九去橡皮骗你，马英九嘛去用骗你。伊咧坐时，伊后壁有一个靠背，坐中国高铁无迄个靠背啦，迄是阿强用互你的啦。坐高铁嘛无一条白色的布啦，迄家己炸。茶叶蛋，农村我们农村呢也能吃茶叶蛋。大陆人吃得起茶叶蛋吗？我不知道全大陆。我来说说这次在我家乡广西桂林宫城清明祭祖，我们家族聚餐吧。有一道菜就是茶叶蛋。这在我们老家是一道很冷门的菜，一般上不了酒席的餐桌，但因为是聚餐，没那么讲究，所以就上了这么一道菜。我们桂林农村几乎家家都养鸡，所以自家的鸡蛋一般不会断，只要想吃，天天都有鸡蛋吃。平时懒得做茶叶蛋，
一般是吃煎蛋或者是蛋花汤，这样比较省事。因为农村人自己有田有地，可以种菜，加上南方的气候没有那么极寒，一年四季都可以种菜，所以我们平时几乎不会想到吃榨菜，因为不新鲜。农村人喜欢吃新鲜的东西，既然不吃榨菜，那么涪陵榨菜就更不会去买了。可能有些年轻人懒得自己做饭，吃泡面时会放一些榨菜，平时脑子进水的家庭才想到吃榨菜。好，朋友们，这就是我了解的情况。自我1988年第一次坐火车以来，我见过的中国大陆的火车都是有座位以及靠背的。高铁的座椅很舒服，靠背可以调节角度。商务座不仅有靠背，还可以放平当床来使用。因为中国大陆幅员辽阔，普通火车及高铁还有卧铺，躺着就可以到达目的地。高铁卧铺叫动卧，据我所知，北京、上海、北京、深圳等线路都有。今天我所直乘的是由深圳北开往北京西的动904次列车。我们的这趟列车是由最新的纵向动卧动车组。我们今天的这辆纵向动卧车，让每一名旅客都有一个单独的休息的空间。我们的设备设施相对于以前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明显的提升，会有更多的充电口、接线员或者一些更新的一些窗帘，能够让旅客有一个更加隐蔽、舒适的乘车环境。我们会为每一名旅客发放一份免费的餐食盒，里面有旅客喜欢的一些小零食、食物。有这个小桌子还可以办公，从深圳到石家庄睡一觉，基本上早上就能到。这个可以这种纵着躺啊，应该就不会来回这样晃了。西发招致，连酒店的费用都省了。现在很多人不仅有台湾，也有大陆的，都说人一绿脑就残。那位王义川先生自称智库策略长，能说出大陆高铁没有靠背的话。如果有台湾人真相信，那么我只能说，有这种智商的台湾人我就放心了。我相信即使有台湾人信，应该也是极少数吧。台湾的朋友们，你们怎么看呢？